这次的换文成功之后，中国的存银分批运往美国，由美国政府予以收购，前后数量达2亿余盎司。中国初期抗战财政上的支持完全靠这笔巨款。待到战争打到相当时期之后，各国的援助陆续来了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。现在出版的《民国百人传》中对这件事写得很详细。所以我说，一个大国民的个人贡献往往超过了许许多多外交大员的工作。抗战开始时，陈先生在莫干山养病，大家简直不知道白银政策的内幕。陈光甫仪表是怎样的呢？我存有照片一张，完全是一个忠厚长者的模样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什么架子。1960年，我在香港开业，陈先生的家人来请我出诊，我到半山宝云道陈宅，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本人，谦谦和和，蔼然仁者。等诊罢了病之后，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“你的名字我知道了很久，总以为你年纪很大，而且还知道我的朋友沈锡瑞，香港汇丰银行联合经理，是你的外甥，所以你一进门之后，我才发觉我想象中的仪表完全错误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锡瑞是我的大外甥，我是他的小娘舅，所以论辈分，田长了1辈，论年纪，我却比他小几岁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历年提倡心理卫生的文章，我看得不少。”过了几年，他身体上也有些小毛病，常到我九龙诊所来就诊，总是戴了一顶铜盆帽，手上握着一根丝的刻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光甫先生。又有一次，他来邀我到旺角上海银行分行向该行职员演讲，这是利用同仁午餐时间向他们做1小时的身心修养演讲，我就以含笑迎人4字为题，讲足1小时。讲毕之后，他备了丰盛的饭菜留我吃饭，并说：“你的寓意很好，对他们的影响力极大。”我对他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。128后，畸形繁荣；128战争之后，上海的繁荣简直是直线上升，因为人口一多，房租涨价了，各游乐场所满坑满谷，各种商业无不门庭若市。有几个特点是战前所没有的：一，从前上海的无线电台只有少数几家，无线电收音机也销数不大，都是一些学生们自己装置一些小型矿石机，用着一副耳套听听音乐而已。到了战事停止之后，大家纷纷购买收音机，那时的收音机都是用真空管的，普通的是3个真空管，较贵的是5个，以飞鸽和飞利浦出品，销行最广。商店就利用电台来作为商品宣传，最有名而电力较大的电台是亚美电台，后来就有许多电台记起，如华东电台等。当时有一家绸缎店叫做老九和，是第一家在电台播送弹词节目，轰动得很。本来弹词家的范围不出几家茶楼书场，从这个时候起身价就不同了，走红的弹词家每月的收入要达到数百元至近千元。二，外部逃难来的人攻于知辖，就是游览大世界、新世界等游乐场，后来什么场所都挤满了人。同时更兴起了几种新事业，除了弹词家沈简安、薛晓清、朱耀祥、赵稼秋、周玉泉，他们一时成为听众的偶像外，申曲界也出了施春轩、小文彬、小月珍、邵宾孙等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越剧，如袁雪芬、马章花等。本来这些角色
是在宋家弄一间小型戏馆唱的，后来竟风靡一时，出了10多位名角。我对于这种地方性戏剧向来不甚重视，但是我与粤剧中人接触的多了，他们的生活状况知道的比较详细。现在我来谈谈粤剧产生在绍兴盛县，班主被称为班长，多数拥有一只船，他就吸收当地的小姑娘，定了一种类似卖身契的条约，第一次付100元至300元，以后这些女孩子就归班长所有。戏班船到处漂泊，生活苦得很。早晨班长就教他们唱粤剧，句词主要的只有4句成调，女孩子一念之后就会喃喃上口，但是他们却是一字不识的。到了一个小码头就演戏，由熟练的做主角，从前没有什么布景灯光，就是一味的唱，而剧情和唱词以及对白都浅近得很，所以家庭妇女们都非常爱好。唱了若干时日，又换一个码头，就在浙江一带卖戏，船只行来行去。班长对这班女孩子苛刻得很，拳打脚踢是常事，动不动还要用板子来打。年龄长大了些，班长就占有了他们，令到他们死心塌地地为他赚钱，要唱满3年之后才有一些微薄的薪水，大约每登台一次才给他们小洋4角至6角。128事件以后，大家提倡国货，三友实业社经理陈万运一天对我说，我们办的是毛巾和棉织品，刚巧可以顶住日货铁毛牌，这是日本人最痛恨的。当时国产商品叫做国货业，凡是在中国畅销的日本货，由国货业一样样仿制出来去代替。三友实业社的3角牌毛巾就顶住日本货的铁毛牌，无敌牌牙粉则顶住日本货的金刚石牙粉，天厨味精顶住日本货的味之素，菊花牌蚊香顶住日本货的野猪牌蚊香，诸如此类，各方面努力推行，日货大受打击。现在128之战经过淞沪协定之后，上海笼罩在日本人势力之下，所以三友实业社迟早是要被他们烧成一片白地的。但是三友实业社工人有2000人，我们总要想一个办法，开辟一个国药部，出售国产成药。这个部门要你来负担设计之职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常年医药顾问，想来你也无法推辞的。我自从这次谈话之后，先想出一种真马宝，因为每一只马宝重达数斤，药店里出售3分马宝就要3角钱。如果把马宝磨成粉，每5分装成一小铁盒，售价1元，表面上雅观得很，实际上利益甚丰。对本对利，陈万达就依照我的计划开始登报发售。初时只出马宝1种，就赚了2-3万元。陈万运非常得意，他认为马宝销路较狭，还要制造一种对大众有益的补品，于是由我处方，又制成了一种3友补丸和方便丸2种。3友补丸每盒售2元，方便丸每盒只卖3角钱。方便丸的原料只是一味大黄，不过将大黄经过水蒸熟，再用点烘干，吃起来既能通便又无腹痛，一时销路极广。